Hello，大家好，我是麦芽奶爸。今天呢，我会分享给你们我2025的威士忌推荐。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个赞、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还有超级感谢哦。好，那我们来到每年年底的这个威士忌推荐。那我的频道就是满4年了，这个威士忌推荐影片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我第一部影片就是那时候2021的那个威士忌推荐，然后就是从那边就开始做这个频道。我首先想谢谢订阅粉丝们，我是从4048个粉丝们，去年到现在是4828，所以有比较慢一点，因为可能是酒的市场也不太好，所以比较少人看威士忌的那个 YT 的频道。可是我还是想说谢谢你们有常看我的频道。那然后呢，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的话，请拜托你们按那个订阅按钮在右下角。我看了我的 YouTube 资料，他们是说我还是有71.3%的观众们还没有订阅，所以拜托，希望破5000。那今年的一些成就就是有主办了一个品酒会，而且又是回去那个张董那边在青威酒厂，而且今年就是办了一个高年份的云顶品酒会。我觉得能够跟青威酒厂常常合作，这样办品酒会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所以也是想说谢谢他们。今年就是我也是第3年做了 Oswa 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 的贡献者，今年就是真的做得越来越大了 Roy and Robbie。然后今年我也是有发现有一些台湾的代理，就是也是认识了这个 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 就是网络线上的这个威士忌比赛。我个人觉得这个很重要，虽然那些盲饮比赛这样子是不错，可是选择就是只有那些有提供那些威士忌嘛。可是这个 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 就是随便，就是全球可以投票，然后是哪一个威士忌也可以。大市场的比赛大部分不会有出现那些麦卡伦或是云顶嘛，因为他们也没有在捐一些酒瓶给他们。可是 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 就是比较公平，它就是自由型的，就是看你想投给什么你就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趋势，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也是会很想继续当贡献者。然后今年也是有做一个采访，就是一个法国威士忌的创办人 Benjamin Quint，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然后也是跟康多洋行那个合作。所以明年的麦芽奶爸的目标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每年都会说我还是会当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分享威士忌，可是呢我现在也是有开始接受合作了。如果你是威士忌代理或公司，可以 email 我看看，如果我个人觉得好喝，我就会分享。你们对你的威士忌有信心，就是觉得会吸引这些老饕或爱好者，我可以帮助你。第二个就是我是在想，如果我破5000的订阅者，可能我可以办个一支会嘛，就是看看观众们想做什么。如果想参加麦芽奶爸的一支会，就是5000的这个庆祝，请在下面留言说一支会加1之类的。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先看1000以内的威士忌推荐。第3名我会给爱德麦肯教父雪莉桶，就是 McLean Snow， 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它价格在950台币，它的成分就是70%的用是大麦，30%的是谷类威士忌，里面也是有够雪莉的成分。然后它的风格就是有那种海岛风格， CP 值就是很高的一个调和威士忌，所以它就是会有一点咸甜的感觉，所以这个应该我觉得在这个价格1000内是不错的，而且它闻起来真的很香，蛮多层次的，以950来讲。好，那第2名在1000以内的威士忌，我会给凯德汉7星调和威士忌，就是 Cadenhead 的 7 Star， 它就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它价格大概也是在980块，就是1000块有找的东西。它就是60%的麦芽，然后是用至少10年以上的威士忌，然后40%是谷类威士忌，而且这个谷类威士忌至少25年的熟成的威士忌，所以它 CP 值超级高的，因为它就是有比较老的酒在里面。因为虽然是谷类的，可是威士忌一成熟比较久的或比较老的会比较多层次。然后这个凯德汉它厉害一点就是它就是有那个老雪梨的风格，而且又加上那个坎贝尔镇的风格。因为这个凯德汉就是云顶的那个 IB 的公司嘛，它也是
在坎贝尔镇的这个凯德汉，所以大部分的品质都很高，它就是一个便宜又好喝的威士忌。如果有找到这支，一定要买来试试看。好，那我们来到1000以内，第一名我会给 Compass Box 威海指南针的花果山，这个就是我新的麦芽奶爸的 logo， 所以以后你们会看到这个，不是那个比较可爱，所以希望大家喜欢。那回去的话，它这个花果山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它价格的话，就是因为我可能是买到水货，它那时候我卖进的价格是1000块整，因为我在那个酒展有买过一瓶1780，可能就是跟代理商在那个酒展买的。可是这些水货我就是有买到3瓶，就是1000块，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花果山，而且如果它在1000块这个价格，就是1000块整，我觉得只能给第一名了。它调和的资料就是很透明，它用的基酒都是不错的，就是 Linkwood 的基酒跟 Cleanish 就是小猫的基酒，它跟它的酒标就是一样，满满的水果花香味道，而且很清爽，这个是暑假真的喝的就会很开心的一支酒。可能今年的主题就是大部分的好威士忌就是变回这些比较手工的调和威士忌，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看酒庄有没有这个价格呢，反正买得到就赚到。我觉得这个花果山真的很好喝。好，那我们来到1000到2000内的威士忌推荐，其实这个价格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1000到2000你可以买到很多好的威士忌在这个价格里面，所以我会推荐8款。我们首先来看第8名，第8名就是泰式卡怒海，它是48.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有调色。我买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400块，可是如果你去机场或是超商这些，它的原价是2400的，应该是说很多那个水货有进台湾，所以价格是超级便宜的，所以那时候我就买一个来试试看，我喝了就蛮喜欢的。它利用的就是法国的 XO 干邑过桶，所以如果你喜欢有一点泥煤，因为泰式咖就是有泥煤风格，然后有加上这个干邑的风味，你可以买这支试试看。它就是有比较多层次的泰式咖，比10年好很多。然后它就是有那个海风海水味，这个就是泰式咖的风格，而且它酒精浓度高，真的是有怒海的 feel 好，那第7名我会选格兰杰的东京物语，就是 Tale of Tokyo， 它就是格兰杰的一些限量版系列，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更有调色。它价格我买的时候是1780块，这个我认为是这个系列是最好喝的。我是有喝过那个蛋糕系列啊，然后还有那个森林 Forest， 我是觉得这个东京的 Tale of Tokyo 是最厉害的。隔壁的博士就是有做出他的日本风格，因为他很喜欢去日本，然后他就拿了一些日本水油桶去过桶他的格兰杰，做的是蛮平衡的，喝起来真的有那个水油头的味道，就是炭香味啊，或是剑香的味道，就是很明显，而且又有格兰杰的那个很香的果香、柠檬花香的味道，这个主题他做的蛮厉害的，所以我是蛮推荐的。第6名1000到2000我会选 Thompson Brothers的 TBBSW， 也是一个调和威士忌，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我买的价格是在1350块，它就是今年 OSWA 最好的调和威士忌。Thompson Brothers 也赢了那个最厉害的独立装瓶的酒厂，这支是蛮好喝的。它的雪莉风格很直接很棒，又很干净，就是没有那种硫味，所以他们调和的蛮厉害的，而且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调和威士忌。如果有机会找到，是可以买来试试看。而且它只是6年而已的调和威士忌，可是喝起来不像，它就是蛮厉害，所以可以试试看。好，那1000到2000的第5名，我会选百乐门15年，它是43%酒精浓度，有冷凝过滤跟没有调色，它价格是1700块。我选了这支是因为我今年有去参加那个金威盲饮的一个比赛，就是他给你们9款的威士忌，而且都是平均15年的威士忌，然后你可以盲饮喝喝看。它就是说你要投给香气、口感跟尾韵，你觉得最好的是哪一些？就是1到9嘛。我曾经就给了全部，就是给了百乐门15年，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它表现比现场的那些雪莉风味的威士忌好很多。它就是有那种很舒服的烟熏斯杯赛的风格，就是有劳斯杯赛的风格，这个真的 CP 值也很高。因为如果
再上去，百乐门是没有18年的，再上去就是要21年了。21年是蛮贵的，大概4000多块，所以 CP 值也不到那个价格。最好的就是百乐门15年，我觉得，所以可以买来试试看。好，那接下来第4名我会选米尔登雪莉桶，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这支是一个荷兰威士忌，我买的价格是1300块，它目前都是利用那个老的雪莉桶，就是真正的西班牙的 Bodega 雪莉桶，它没有在用那个雪莉润桶的，因为大部分现在的那些大的威士忌酒厂，比如说麦卡伦，他们有自己的润桶工厂，可是这个米尔登它没有，它就是从西班牙那些真正在装瓶那些雪莉酒买那些旧的桶子来装他们的威士忌，而且有那种老雪莉的风味。如果你是一个雪莉控的爱好者，我是蛮推荐喝这个米尔登雪莉，而且这种价格1300其实现在就是找不到了，就是有那个老雪莉桶的味道，所以第4名就是米尔登雪莉桶。那在1000到2000的第3名我会选拉佛格10年的雪莉过桶，它是48%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有调色，然后我买的价格就是在1700左右，它原价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有飙到2700到就快3000块了，那时候就有一天买不下去，可是现在它有跌价了，因为市场不太好嘛，所以我有买进一些就是喝，因为我是蛮喜欢这个拉佛格的雪莉过桶，它就是那种很强壮的泥美风味，然后它的雪莉过桶其实是够的，它可能是有利用一些粗制的雪莉桶去过桶的，所以很不错。它的味道就是有那种很香的培根，就是好像烧焦的培根，然后有点跟海带的味道，所以这就是第3名。我觉得在这个价格是它达到那个 CP 值，所以我也是蛮推荐。好，那第2名在1000到2000内的威士忌，我会选格兰艾勒奇10年 Batch 11，它是59.4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我买的价格大概在1900之类。它原价这些艾勒奇10年的系列大概从8开始吧，大概有2500，可是它都有跌价了，因为市场不太好嘛。而且那时候大概我最后喝到这个艾勒奇，就是它的第4版本，那时候就刚得奖，然后后来被炒作嘛，大概5、6、7这些版本都很贵，都要3000多、3500之类的吧，然后我觉得就放弃，没有买。然后后来第9批 Batch 9的时候，它开始变回合理的价格，大概2300、2200，所以它从第9版本我又开始再买，而且我喝了，我觉得还是蛮好喝，就是很传统的那个 Billy Walker 的雪莉炸弹嘛。我也蛮期待，就是大概在2027，就是他接触了艾勒奇的满10年。那时候出的这个10年的原酒就是100%都是 Billy Walker 做出来的艾勒奇10年原酒，到时候我会再买，所以我是蛮推荐，而且是今年的第2名，艾勒奇10年原酒。好，那今年1000到2000内的好喝威士忌的第1名，我会选奇克伦重泥美，它是59.2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我买的价格是大概在1800左右，它原价以前大概要破2000，大概2300以上到2500之类的，可是后来就是跌价了，所以我就买进了。而且在第9批次以上，现在他们有出最新的是第11版，他们的勾兑方式就是90% 波本，然后10% 的雪莉桶，这个是会变成一个固定的小批次的奇克伦重泥美。这个威士忌我选了第1名，因为我觉得它夏天的时候是蛮适合喝的，然后冬天也是适合，它就是一个 year round whisky。它最神奇的就是你喝了一杯，你就会一直想续杯的那款威士忌。所以我第1瓶开了这支不到3个礼拜就喝完了，所以我就赶快就去回购嘛，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威士忌你就会想回购，而且这个奇克伦你们知道它就是云顶做出来的威士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喝坎贝尔镇风格的威士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支威士忌，而且比较少人会去投资这个奇克伦，所以你想喝，你是爱好者，然后又喜欢喝云顶，然后不太想花那个钱，我建议就开始可以看奇克伦，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年第1名，1000到2000内的第1名。好，那接下来就是2000到4000的威士忌推荐，在这个范围我会推荐3款。第3名
我会选布莱迪18年，它是50%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这支呢是比较特别一点，在台湾你只能在好事多买，就是在3999，就是4000块。可是国外的价格就是要6000台币以上，所以好事多还是有一些火星价在，让我们可以买到这个比较高年份的布莱迪，然后比国外便宜很多。它就是大部分的波本桶去勾兑，然后有一些红酒桶一样去勾兑。它的特别性就是它是想走那个环保威士忌路线。它的瓶子就是60%是利用回收品来做出来的，它也是有用那个艾雷岛的大麦。艾雷岛的大麦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它质地完全跟苏格兰大麦完全不一样，比较咸，然后又比较油，比较厚。这个布莱迪的风格是蛮好喝的，可是有一些人比较不喜欢，因为大部分就是波本，可是有一些人特别喜欢。我个人觉得它就是比较独特的威士忌，它的风格比较独特一点，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去认识它。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18年威士忌，所以它就是今年的第3名，布莱迪18年。好，那今年的第2名我会选格兰蒂的嘉年华限量版本2023，它是57.4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我买的价格是大概在2300，我今年才推荐这个2023版本的，因为我大概今年2024的1月才喝到，然后那时候喝了我就觉得哇，这个是蛮好喝的，然后有回购。它就是有尼美的格兰蒂，然后也是有利用白波特桶，就是10年的波本桶，然后有1年的过桶在白波特酒桶，所以是蛮特别的。白波特是蛮少见的一个酒桶，它层次就很多。我觉得格兰迪的波本桶是很棒，品质都很高，然后有尼美跟红酒的这个层次就很平衡。我觉得目前在格兰蒂的这个嘉年华系列，这个2023版本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它比较不热门，因为在 Compare 就是被云顶盖过去了，所以格兰蒂的这些威士忌还是比较少人知道，所以可以偷偷买进这个格兰蒂，如果你有机会试试看，你喜欢再多买。好，那我们来到2000到4000内的威士忌的第1名。今年的第1名我会选 Ardnahou 阿德诺赫的首席发布版本5年，然后它就是50%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然后我买的价格就是2200，那时候就等了一下，然后台湾有开始卖我再买。这个就是最新的艾雷酒厂，然后它的风格就是蛮独特的，它酒体很干净，可是也是很强壮，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做出来的威士忌是蛮厉害的。它的尼美的味道是很强，就是有那种人参的味道，而且这个首发的版本我觉得以后可以收藏嘛，虽然它有7万多瓶，可是你就是可以喝然后又可以收藏的一种威士忌，因为它还是限量嘛。最好的印象就是我觉得它那个风格是蛮像拉格夫林，比较强壮一点的拉格夫林，我觉得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酒厂。好，那这个就是今年的2000到4000的第1名，阿德诺赫5年。好，接下来我们要看4000以上的威士忌推荐，在这个范围我会推荐3款。其实说真的，我比较少买一瓶这些比较贵的威士忌，就是4000以上，大部分我都会跟朋友一起分掉一瓶这样子，我可能会买100ml啊这样子，或是去酒展或品酒会可以喝到这些比较贵的威士忌，就是自己一个人舍不得开的一些威士忌。好，第3名我会给 Duff Mill 15年铜墙版本，它就是 Cask Strength， 它的酒精浓度是55.7%，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它总共只出了5000多瓶，它就是一种小农场的酒厂，也是在地 Lowland。目前这个15年，我印象中是他们最高年份的装瓶。每年酿的威士忌，他们真的是很少，因为他会按照农场的日历去酿酒，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在种田或是这样子，他们就会去酿酒。这个价格一瓶就是不便宜，我们那时候一群人分掉就是8800块，可是我心目中可能它就是一个5000块的威士忌，它算是超贵的，可是就是产量小，就好像那些云顶这样子，就是没办法，产量少，CEO只能说好吧，试试看。可是这支 Duff Mill 它就是很有一种独特的烤奶油、柠檬、麦吐司的味道，你喝它就是有那种柠檬面包的味道，所以很特别。
而且这支桶强的版本，如果你加了水，反而会变辣。最有印象就是这个55.7，喝起来非常顺，好喝。可是你加了一些水，可能它就会变辣一点或苦。如果你有买这个 Duck Meal，就是注意不要再加水。好，那今年4000块以上的第2名，我会选云顶21年，它是46%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它价格现在就大概在15000左右。我今年就是有办过那个云顶品酒会嘛，就是在青围球场，那时候我们都开高年份的，就是云顶21、赫佐夫人21、安格洛21、云顶25跟云顶30年。我个人觉得云顶21年是很刚好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有那个云顶的层次在，就是很多层次很复杂，又有那个老酒开始的味道了，所以在这个阶段21年我觉得是最棒的年龄，就是个人觉得在云顶这个系列21年是最厉害，对我来讲，你可以喝得出来云顶用心的勾兑这个21年出来，而且这个21年也可以用来投资，因为它量少，一年大概只出3300多批而已。好，那我们来到4000块以上的好喝威士忌推荐。我今年会推荐 Stag Batch 24B 的美国 Bourbon 威士忌，它是63.9%酒精浓度，非冷凝过滤跟无调色。这个呢，我就是蛮幸运，一个美国好的朋友，他叫 Tim Chen， 他有帮我去排队，很辛苦的排队去买到这支 Stag， 而且是用原价买的，就是2300块。在台湾呢，其实我有看到它的价格，它就是6500块。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调成4000块，我觉得是比较公平一点。这支呢，我选了第1名，就是因为它有让我觉得美国 Bourbon 是真的好喝。以前的印象就是美国 Bourbon 就是焦糖啊、黑糖系列，然后有很强的木头的味道。可是这支有不一样的表现，它让我有闻到一些很香的樱桃、桃子、奶油酱的味道，而且它酒精浓度很高，所以那个味道真的会在你的嘴巴爆开，而且它有那种好像焦糖爆米花的味道，很香，这个我是蛮喜欢的。你加了一些水，几滴水，它就变更温和、更好喝，因为它就是一个8到9年的威士忌，所以它算是比较高年份，而且又是原酒。以我的今年喝的威士忌最有印象就是这个 Stag 24B， 因为它让我开始想去了解美国 Bourbon 威士忌。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年的推荐。好，那谢谢大家收看了，我祝你们圣诞节快乐跟新年快乐，希望你们平平安安，身体健康，然后有可以喝很多好酒的机会，可是也是要理性的喝酒。好，那谢谢大家，下次再见喽，拜拜。